迎来到逛吃小队的频道。传说啊，在这个美洲大陆的土地上有一个国家，有着跟川菜非常相似的料理，甚至可以说是川菜失散多年的兄弟。他们这里的人啊，非常的喜欢吃辛辣刺激的食物，还喜欢吃酸口的食物。不知道说到这里有没有小伙伴可以猜到这是哪一个国家的料理呢？没错，这就是墨西哥菜啊！今天我们来到了新泽西最著名的 Grove Street 上面，我们要带大家去品尝一下墨西哥料理。不知道今天会吃到什么样的食物呢？跟我一起走吧。我们现在就到了今天要吃的墨西哥餐厅啊，就在我的身后，大家看到叫做 Downtown Taqueria。那这一家餐厅啊，其实是从20年前一家特别小的餐车开始，到现在不仅开了我身后这一家店，还开了另一家分店。相信啊，这就是当地人对它的认可啊。那我们今天就去尝一下他们的味道如何吧。Have that fried small like dumpling but not dumpling thing.这个墨西哥餐厅的特色，首先给你会免费上一个这个炸玉米片。墨西哥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喜欢吃面粉和淀粉类的食物的。一共有2种墨西哥的面啊，一种就是叫做玉米面，主要是用来做炸物或者做煎物，吃起来口感脆脆的，而且会有一种香甜的味道。那另一种呢，就是面粉的这个薄饼，那就是像这个摄像点的，那是用于做这种有包裹性的东西，就是它可以把肉啊、菜啊包在里面，它比较有韧性。这就是墨西哥最主要的吃的2种淀粉的来源。说到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神话，这个阿兹特克文明还有玛雅文明，他们其实都是发源在墨西哥的这片土地上。当时的人们呢，相信啊，他们是有一个玉米之神，而且他们深信玉米之神用这个白玉米跟这个黄玉米捏造成了他们今天的人类的样子，所以啊，这跟我们中国的女娲补天的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吃墨西哥餐不得不提的一定就是 guacamole 这个东西。那它主要呢就是用牛油果加一点点盐，然后加碎洋葱搅拌在一起。墨西哥呢是牛油果的生产大国，牛油果呢被号称是超级食物，也就是 super food。你看它是泥状的，但是它不稀的，它就是你可以一口一口就吃了。然后很多美式的沙拉里面也会放这玩意儿，放了这个 guacamole 的沙拉都要比平常的沙拉贵2到5刀。我相信很多人其实本来也就知道墨西哥喜欢吃这个炸玉米片啦，然后或者喜欢吃这个 guacamole 啦，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墨西哥人也吃什么？粽子，这是墨西哥的特色食物，而且也不是中国传过去的。它这个墨西哥粽子里面加了淀粉、芝士，然后还有墨西哥最著名的辣椒。大家知道墨西哥的辣椒有60多种这么多吗？而且是哥伦布来到了美洲大陆，再把这个辣椒这个种子传播到了全世界。如今我们才有辣椒可以吃。我就迫不及待要来试吃一下这个粽子了。咱们是用糯米嘛，所以你吃起来那个口感是就是有一点黏黏的，有点弹牙。他们其实也是同样的想法，就是用淀粉跟那个芝士。我跟你们说，超级好吃，就是因为我本人其实是一个中国胃，然后我特别不喜欢吃芝士类的东西，但是它这个芝士因为加了番茄，然后我猜它可能还挤了一点点柠檬汁进去。所以居然是酸甜口的，然后混着一点点的奶香，就是你完全不会觉得腥。然后它还有加上他们的辣椒，
不辣，但是有你知道吧，就是那种青椒炒肉丝儿里面青椒的那种清香的感觉。我觉得在美国啊，如果你很难找到川菜，你真的可以完全尝试一家墨西哥菜，就是番茄啦、辣椒啦、柠檬啦这种酸辣咸的口味，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好，那我们现在来尝一下这个我点的早餐的套餐啊，叫做 Huevos la Mexicana， 是不是？Huevos a la Mexicana， 跟我们之前吃的美式早餐有点像啊，它就是有蛋啦，有蔬菜啦，然后会有一些火腿肉类啦，一般都是熏制或者腌制的肉类。但是墨西哥还有一个新的东西是定，就是豆泥。大家都知道墨西哥这个盛产各种各样的豆子，然后他们就很喜欢用豆子做成泥，这个会增加你的饱腹感，而且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成分。我来试一口。它这个豆子的香气特别特别的浓，你可以吃到还没有被完全磨碎的一小半颗一小半颗的这个豆子，然后你同时又可以吃到完全被磨碎的豆泥，所以口感其实很丰富。最后一道主食，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摄像大哥点的卡萨利亚，它其实就是用面饼啊裹着牛肉，当然你也可以裹猪肉啦、鸡肉啦。好，现在我们就来试吃一口，它里面是有芝士和牛肉粒的，牛肉粒看起来也是调过味儿的。我觉得啊，这个面饼子配肉，中间再夹一些芝士，它这个东西它就不可能难吃。如果你是饿了，或者你是专门来想要吃一顿饱饭的话，你这个东西是必点的，叫做卡萨利亚，非常的满足。然后，我被呛到，其实就跟咱们的那个煎饼果子啊，还是那个台湾的那个手抓饼啊，有点像。现在我们来进入饮料环节，没有想到吧？在墨西哥大家都很狂野，你中午就可以喝上一杯用伏特加调出来的血腥玛丽。这个血腥玛丽呢，它其实里面会加洋葱、柠檬汁、辣椒，还有辣椒汁。最后呢，你看它怕你不够味道，橄榄、青柠檬，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大家看看，这是啥？这是一整只芹菜。这是可以吃的，你看它这上面还有一圈盐。你以为血腥玛丽的这个成分啊，里面有什么洋葱啦、辣椒啦、柠檬啦，听起来很墨西哥，对不对？但是它其实是1920年在巴黎被法国人发明的，他们是用这个血腥玛丽喝了来治自己前一天晚上的宿醉。喝一口沾了盐的。一点都不好喝，好刺激，好辛辣！我觉得我不管昨晚喝了多醉，我早上喝一口这个必行。接下来是无酒精时间，让我来先喝一口。我真的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我们是让这个店员给我们推荐的。好柔和，我猜里面应该是有椰汁，然后加了一些奶，然后撒上了肉桂粉，所以一阵就是椰奶跟椰汁的香气，然后再加上肉桂的那种很沉稳、很厚重的味道。的墨西哥料理我们就吃完了，总共花的是50块钱、44块钱的餐费和6块钱的小费啊。我总体体验下来呢，我感觉还算是比较正宗的墨西哥菜，因为它有够酸，虽然不是特别辣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点特别辣的菜，奶茶也特别好喝，建议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下一期你们还想看我们吃哪一国的料理？千万要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